1991年，在韩国的大邱市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失踪案。这天，因为要举行一场地方选举，所以全市放假。13岁的于铁元在跟父母打完招呼后，就与4个伙伴一起去山上抓火蜥蜴了。可是，直到临近选举，于铁元还迟迟未归。大概是母子连心，身在家中的母亲开始有些心神不宁，难道是迷路了，还是发生了危险？与此同时，另外4个孩子的家长也同样心急如焚，他们到警局报案。可那时韩国的法律还未完善，警局对于民众的报案很不上心，特别是孩子的失踪案，他们只会认为是孩子离家出走或贪玩未归，并不愿意消耗大量警力去帮这些焦急而憔悴的家长们寻找失踪的孩子。正是因为这些警员的消极怠工，错过了寻找孩子的最佳时机。面对警察局敷衍的态度，家长们只好凭借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孩子。他们在周边一户户地打听孩子的下落，一遍遍地去孩子们常去的地方寻找，发动身边的亲戚好友一起寻找，自己印刷孩子的照片贴满大街小巷。可是当他们将整个大邱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得到一丝关于孩子的消息。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寻找孩子的艰难道路上，没有一个家长选择放弃，他们互相打气，互相帮助。5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是残缺的，可这些家长何尝不是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组成的大家庭呢？这些家长们的声声泣血，苦苦诉告，终于引起重视了。随着媒体介入，这起青蛙少年失踪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民众们自发帮忙寻找失踪儿童，电话亭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照片，明信片、银盒上都印上了失踪孩子的信息，就连韩国总统都被震动，亲自下令全国进行大搜查，总共出动警力31.8万，创下当时单一案件出动警力最高人数的记录，并印发了约2亿张传单，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这5个少年最后出现过的卧龙山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距离案发已经2年了，当时正处在落叶满地黄的秋季，最终依旧一无所获。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却犹如人间蒸发了，人们都认为这些少年已经遇害。慢慢的，更多的新闻分去了大众们的注意，这5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开始被遗忘。只有这些家长不愿放弃，孩子的尸体没有见到，也许他们只是迷了路，或者只是贪玩去了别的城市。他们期待着哪天孩子们会灰头土脸地拎着火蜥蜴，兴冲冲地跑回家，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战果，如往常那样。而这一等又是9年。2002年9月26日，5个孩子失踪的第11个年头，警方接到报案称，在卧龙山发现了5个少年的遗骸。曾经轰动全国的青蛙少年失踪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回归大众的视野。5个少年的家属赶到现场，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尸骨与衣物被掘出，随着那片看似完整的土地被一寸寸翻掘，家长们那深藏在内心中11年的自我劝慰也一点点地破裂开来。他们的孩子，他们的骨肉，他们的灵魂里无法缺失的10余年的幸福回忆，最终还是化为了皑皑白骨。这片离他们家并不遥远的地方，5个孩子的美好年华止步于此。家人肝肠寸断的这11年，也许他们就在这座山上望着家的方向，望着父母的一夜白发和与日俱增的皱纹。然而，比起发现遗骸的苦痛，警方们给出的推论更加令他们不能接受。警方们认为，这群少年的死因是在山中迷路，才没能走出去。家属们当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这座山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像自家的游乐场一样熟悉，孩子们没有迷路的可能。而且当初搜寻时曾派出一辆直升机对卧龙山进行搜寻，并没有任何的发现。随着侦查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线索暴露出来，关于孩子们生前遭遇的一切越发令人不忍。
首先是在挖掘现场发现了10多颗不同种类的弹头及弹壳，而最初发现尸体的目击者称，尸体在发现时就以叠罗汉的状态相互的压在一起，在最高层之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经过挖掘，发现5个少年的衣服以一种独特的形态系住。专家猜测，这5个少年生前也许被捆绑成一堆，遭受凶手虐待。随着法医检验，最终在其中的3名少年的头骨上发现了被推测为钝器所致的多处伤痕，特别是在于铁元和另外一个名为金钟直的少年的颅盖骨内发现曾出血的痕迹。据此推断，是因遭受到头部伤害而死亡，并在金钟直的左臂末端发现骨折痕迹。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能让凶手对5个手无寸铁的少年下此毒手呢？这5个少年的受害地点究竟是不是卧龙山？凶手究竟是谁？用的是哪种凶器？这些问题就如鱼刺一般梗在受害者家属的心里，无法释怀。他们想为自己的孩子讨个公道，想送孩子们安心离去。但时间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1年了，想要调查出结果是难上加难。首先，从尸骨上的弹孔和伤痕周围的小伤痕来看，可能不是军用枪造成的，而是私制的散弹枪所致，由此排除了军队演练误伤的推测。其次，在发现尸体的目击者报案后没多久，就有一名中年男子打电话至警局称，青蛙少年被埋在卧龙山。直至今日，警方都没能调查到这位神秘人的身份，这一线索也断了。而发现尸骨的现场并没能找到死者的头发与牙齿，照常理来说，尸体腐烂后，头发与牙齿以及尸骨是不会消失的。因此警方怀疑卧龙山只是一个藏尸地点，而不是案发现场。太多的谜题无法解开，而该案件的诉讼时效在2006年3月25日就到期了，即使抓到犯人也无法惩处。很遗憾呐，直到今天，这起案件也没能给大家一个交代。有的家属为了这个案件奔波半生，有的家属没能看一眼孩子的遗骸就撒手人寰，有的家属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依旧愧疚不甘。可是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凶手也许就在他们的身边，看着他们苦苦寻找11年，看着他们对着尸骨痛彻心扉，看着他们拿到法医报告时恨得咬牙切齿，又为孩子们经历过的苦痛而感到千千万万倍的苦痛。正义还是缺席了，孩子们还没来得及长大就永远沉睡了。纯净且无忧无虑的他们在死前经历着多么黑暗的折磨，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起事件里，我们该得到的应该是要永远尊重生命，永远正视这个社会的问题。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快快关注我的账号，咱们下周不见不散。